因为赖清德新的谈话说弹劾案浪费时间了，哦，所以蓝白果然就骂回去嘛，大罢免才是恶搞。你要怎么你讲的话，别人怎么骂你，都要先衡量一下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呢，说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席次不到2/3，哦，刚刚孟凯讲的很好啊，那你复议的话，你也不会过，你们老是提复议84，你什么意思呢？政治很多东西哦，不是只看结果，是要看过程的。民进党那个时候在立法院，我刚到立法院说只有几个人而已啊，10几个啊，立法院300多个委员，民进党只有10几个，闹的立法院天翻地覆，表决一定输嘛，闹就是一个过程嘛。行政院长从来没有让你按时上台去这个施政报告的，短的闹你个半天，长的嘛让你个1天，最终他还是得上台嘛。但这个过程在对这个政治来讲，它过程是很重要的。那蓝白今天弹劾你，虽然我不到2/3弹劾不成，但是我1/2会过啊，就要你到立法院来报告啊。他就走一个流程嘛。那你赖清德自己不是也讲吗？说只要合宪我也愿意去啊。那你又要愿意去，你又说他这个浪费时间，你也很逻辑也不通嘛。要不然就我就不去，浪费时间我就不去。你不是你要去吗？只要你们合宪不要给我一问一答哦，好不好？赖清德说我不贪不取，没有任何违法，所以一直说我不贪不取，你们干嘛弹劾我？那立委也问了，那30-40个立委被罢免，他们有贪有取吗？哪个有贪有取？有贪有取违法啦，什么只是弹劾罢免这么简单？好吧，这个谢龙介说不要别人公安你这啦，请勇敢到立法院接受询问嘛，来啊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说啊，你先搞大罢免，现在怪人家弹劾，还怪在野党浪费时间，就是赖清德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想到人家一定会拿大罢免来骂你，你不是讨骂哀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懂啊！哦，柯文哲到立法院去参加民众党党团晨会，他自己说，傅崐萁有问说你还想跟民进党合作吗？你柯文哲原来想跟民进党合作啊，对不对？你现在还去跑去跟柯建铭见面呢、那你是还想跟民进党合作吗？那说呢，这个民进党说我们有多次多递了橄榄枝啊，表示要和解啊，都被无情杯葛啊。所以呢，这个柯文哲是怪给赖清德，那民进党说你怪我干嘛呢？你们自己也拒绝我们递橄榄枝啊。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针对撕裂台湾社会、浪费台湾社会1整年的大罢免，跟台湾人民道歉？质问总统赖清德，因为元旦谈话时，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国家生存发展，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数度批评在野，明明知道不会通过，还是要对自己提弹劾，根本是浪费时间。黄国昌举例反问回去，民主进步党在苏贞昌主席的带领之下，针对毁宪乱政的行为要发动弹劾程序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好像不要说2/3啊，连1/2都不到啊。在2025年，浪费台湾人1整年的时间搞大罢免，最后搞到32-0的，请问是哪一个政党？总统说僵局不会延续新的1年，但就怕到头来还是无解。来，医生发言人。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昨天发表的这个新春谈话呢，他多次的呼吁希望朝野合作、民主团结。但是真正的团结应该要怎么建立呢？应该要建立在尊重宪政的分际、尊重国会的监督身上。所以呢，我们这边还是呼吁赖清德总统呢，尽快的到立法院做相关的国情报告，而且要面对问题的深水区，也就是接受国会议员是身为民意代表的提问。其实赖清德总统大可以创造一个宪政的先例，然后做一个良好的示范，而不是流于这种永远都是情绪勒索式、非常口号式的这种口水。那赖清德呛这个弹劾总统浪费时间，就像我们黄国昌主席说的，大罢免就更浪费时间啊！民进党呢，把每一年都搞成像是这个选举年哈，2024选完了总统、立委，然后暑假的时候就弄这个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选举。那2025年呢，又这个726跟823去罢免国民党立委。现在转眼好啦，这个
2026又要选举了，民进党的执政就是年年选举。那总统呛说弹劾总统在野党的席次没有到2/3，但是苏贞昌当党主席，也就是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的席次不到1/2，那民进党照样提出弹劾总统啊。所以你看，现在民进党的标准就完完全全的是双标。那再来，总统他说他不贪不取，没有任何违法，所以不应该被弹劾。但是苏贞昌在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总统毁宪乱政，违反党国分际，侵犯立法权的时候，民进党身为在野党就应该提出弹劾。所以那时候民进党的标准是这样啊，那现在的标准怎么完全变了？看来赖清德不仅不如蔡英文，甚至也不如苏贞昌。那我们再看到赖清德总统，他嘴巴上说，我想要和解啊，我们要朝野和解啊，但是呢，你看他有回应到任何一个在野党，包含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任何要求吗？没有嘛。那民进党嘴巴说我要强化国防，但是永远都拒绝编列军人加薪的预算，所以在野党的任何诉求都没有被满足。请问一下，总预算的审查怎么样能够顺利呢？难道为军人加薪就不是强化国防吗？一定要买这个什么军购啊，买很多的武器才叫做强化国防？强化我们的军人就不是强化国防吗？还是说赖清德总统就认同钟嘉宾这个党团所说的，只有雇佣兵才重视薪水这种打击国军的说法吗？我们看起来，其实赖清德总统就是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团结国家也就只是口号而已了。赖清德，因为他讲了那句弹劾他是浪费时间，所以呢，所有的人呢，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他今年的那个谈话到底谈的什么重点了啊。他就是有这种本事哈。当他讲了那个打掉杂质的时候呢，其他人都不记，就是大家都已经不太记得他的团结思想到底在讲些什么。赖清德的个性啊，之固执的哈，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真的是国家的一个重大灾难哈。如果说我们今年呢，还是要陷入这个无止境的啊，双方这样子不停的蓝绿之间呢，要在进行宪政上面的这个攻防的话，国家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得成的。而且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的话，蓝营的这个诉求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今天你有什么道理？请问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有什么道理？你为什么反对给军人加薪呢？你一天到晚在说我们这个国家呢，现在面对到的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2026年呢是非常危险的时刻。2027年呢，大陆呢就有要攻台的准备了，然后他们的大陆呢由严转战好的可能性呢越来越增高，然后不停的用灰色地带来这个威胁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都需要有充实的国防军力啊。那你帮军人加那么一点点薪，说实在真的是一点点薪水，为什么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呢？你今天说如果说是年金改革，年金改革的事情呢，因为民进党的主张，你认为军公教的票，反正呢你也不会投给这个蓝营，我们要坚持所谓的这个正义的话呢，你在那边阻挡，可能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可是帮军人加薪这个那么有高度共识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做。好，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非常的难以取得社会认同的，而且就国民党的立场来讲，就民众党的立场来讲，今天我当立法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呢，你行政院呢竟然就是顽抗的不编列预算，那你要立法院做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朝野这边呢几乎是毫无对话的可能性啊。大佬说，主持人，我必须非常感谢本节目的制作单位，每次多次都刻意安排吴峥坐在我旁边，因为我休息的时候都说你应该要向上面反映一下，这样搞下去对你们非常不好。不晓得他没有善尽责任呢，还是总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关键这样，在元旦他讲这些话，你只说他态度强硬，其实他是有经过盘算的。因为什么？你现在在国会蓝白是脆弱多数。他很多通过的法律，这个过程也许不尽顺畅，不尽合乎规则，但是顶多这个恶法也是法，就算违法，也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你民进党
你先来一个大罢免。我晓得你讲到大罢免就咬牙切齿，因为没有大罢免，你现在不会说量票违法嘛，对不对？就不会被抓去关。这个是直接效应啊。不过这是小事，你不要一直都放在心上。我没有放在心里，我只拿出来调侃一下。比起国家大事，你那个算什么？对不对？有道理。关起来又怎样？没什么了不起。是，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民进党犯的是什么？是危险。而且呢，如果程序违背跟实质违背，谁比较严重？程序比较严重。你知道程序，所以民进党犯的是程序上违宪，国民党犯的是这个实质上粗糙的造法。那这两个相比，你摇头是说你们的法律也是很不错，你就让一步嘛。你说我们这个是匆忙中立了很多法，也许你咽不下去，可以。但这个三党不过半的朝小野大，这个是所在多有。你既然要朝小野大小政府的话，你这个要想办法去怎么度过这个困境，而不是说我跟你斗。那现在因为是不是违宪，是不是违法，国人的意见现在是我照了50-50，但是稍微有偏向蓝白是有但是总统一直认为，只要我多讲几次，倒过来，我就赢了，32-0，我都没有输了，难道我现在还会输吗？所以这个一路下去，就等，好像今天我们的5人大法官又裁判了嘛。等会讨论。这个我现在不讲，你放心，这个一路下去啊，那边失掉一块，那边失掉一小块，整合通通加起来，就会像你那个大罢免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罢免5席就好了，罢免5席就朝野就颠倒过来了。但后来食髓知味说那个干掉，那你就完了。他如果只锁定3-5个，搞不好会成功一点点。对，他全面就没有不合理的嘛。现在赖清德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他性格是非常的僵硬，他对这个择恶固执是非常的坚持，他认为只要我坚持到底，我会赢的。赵先生，我1分钟。不是，他多讲几次，他认为社会就会让他赢。是啊，他自认为多解释，他自认为他就赢了。借我10秒，再借我10秒，我要当着各位来宾的面前，我要当着全国听众的面前，我要公开的拜托吴峥，真的为了国家好，为了民进党好，为了赖清德好，你要好好反映一下。赵先生30秒就好了。军人加薪2个部分，第一，民进党有没有帮军人加薪？有啊，有加了1万元啊。所以为什么执政党可以帮军人加薪，在野党不能帮军人加薪？这是第一个。第二，民进党常会讲是说有没有裁员？有裁员啊。今年的总预算比去年的总预算多了将近5000亿在国防的部分，1.25兆也好，或者说5000亿的国防预算，你都没有把它放进去，这合理吗？所以说，我们真的很想强调的是，挺国防、挺军人、挺中华民国，这是蓝绿两党大家可以共同的共识，可以坐下来讨论。但是如果说3读通过法案，已经在民进党院会的时候，你也有参与，你也有表决，你们输了，结果现在不认，这根本就是违宪的做法。不，他基本上是这样赖清德现在一定不服气，说我当了总统，为什么立法院呢这个朝小野大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嘛。那你赖清德自己要扪心自问，你也就是48%当选的总统如果我们国家现在有2轮投票，搞不好就不是你了，就是侯友宜了，对，因为这个制度不健全，也没有2轮投票，民进党一直反对2轮，陈水扁的时候反对，本来是要国民党希望2轮投票，欧洲很多是2轮投票陈水扁坚持不肯，好吧，所以陈水扁矫天自信，他39%就当了总统了。那今天赖清德48%当了总统，你要知道你就是48%的总统，你不能说我40%，我总统怎样，然后立法院那你不到半，你又不服气。这逻辑是一贯的嘛？那假如说你现在不服气，说为什么我48中你们不这个立法院我这个蓝绿过半我不服气，那蓝绿为什么要服气你当总统呢？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民主就是各让一点嘛，好吧？今天制度是这样，你48当总统，大家承认当总统大家权一把抓，你也得承认立法院是朝小野大，要妥协嘛。大法官有什么了不起啊？15个。民进党现在有8个他提名的，7个全部给蓝白又怎样呢？你还是多1席啊。1个都不让，1席都不让，NCC 委员1席都不让，那你这样子搞，你就根本不承认立法院的，人家他是要行使同意权的，你都不同意他，也不沟通，他为什么同意你呢？就这么简单嘛，徐校长回答。你只讲100。
那么这个司法院现在只有8个大法官，但是有3个呢，说我们现在按照这立法院的这个限速法，不能够去，因为10个嘛，那9个才能够做成释宪的决议，我们不能够所以呢被踢出来了，就是说你们不同意了，你们滚出去，我们5个就可以了，按照旧的限速法就没有修正以前也要6个才能够这个有效，这5个现在就这样干了。那今天大家注意，他们今天下午要做出这个裁决，到底裁决什么东西？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是什么总预算什么之类的哈？我说不会，他不会第一次搞这个，他那么笨，这些大法官也没笨到这个地步了啊。他们是搞到还是由吕太郎主笔做成115年宪判之第1号判决，因为今天1月2号嘛，民国150年的第1号判决是什么东西呢？是呢，这个辩护人，对，我们看看辩护人可以代表提出有关于枪炮犯羁押找律师提准抗告，结果没有签名，法院就驳回了。所以你没签名啊，那他们就申请释宪，说赢了，所以变成宪法法庭复活的第2弹，但今年的第1弹，那现在就说呢，这是有争议的宪法法庭，一个接一个，马不停蹄，又在做出判决，所以呢，有这个律师担忧，那法院是不是适用呢？那到底怎么样呢？那将来司法院要不要修法呢？你现在人数不足啊，你还可以这样，那其他有样学样，其他的下级法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那另外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先搞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跟人权有关嘛，什么签不签名啊，能不能抗告等等，所以他先从这个来，因为这个案子它比较没争议，不像什么总预算啊，什么那个比较有争议，所以先从这个来。果然呢，这个在野党也看出来了，民众党就说刻意从人权议题着手，想要提升它的正当性。你看我并没有搞争议这种法案啊，这个跟人权有关的法案啊，我就来做个判决啊。我们看一下。大法官拒绝参与评议，可能导致该案件无法评议及评决的困境与大法官依法回避并无不同。那基于程序自主及宪法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意旨不计入现有总额人数计算。而且大法官本有参与评议的义务，即使所采的见解并非多数见解，亦仅得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借拒绝参与评议，阻止合议庭做成评决。故本届114年宪判之第1号的判决意旨，将持续拒绝参与本件评议的3位大法官，由现有总额中扣除。那老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笑因为5个大法官可以判决有没有违宪，这个东西就是根据旧的宪诉法也是违法的他找到了理由说因为我们处理的事情是国家大事，所以你们3个人不来，我们不会因为你们3个人的杯葛而不开庭，所以他们就开庭了这个是很大的胆子这个大法官你学问再大，你地位再崇高，敢做这样连3岁小孩都知道这个此事不一样，因为人数凑不够，不管什么会，就算大楼的管理委员会也不可以开会啊。那大法官怎么可以开会呢？那他今天开这个庭是有他的目的，就如同你讲的，他不敢去再审大事情，他找小事嘛，他找这些人权的案子开再开，因为第一次显然违宪。也不应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讲，蓝白太软弱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大规模的示威运动、群众运动就可以在司法院的门口，一直把它闹到他们丢脸了，对不对？好，他想要第1次，心里都知道我是违宪的，要开第2次，开第3次，第2次他的合理性就稍微起来，再开，蓝白没有动作，再开。后来会积非成是啊，人家说3人成虎，积非成是啊。后来比如大家就说5人你们都没有话讲这个难道不可以吗？搞个政治性法案。所以我觉得他的目的就在这里。我觉得蓝白你们该硬不硬啊？为什么这么软弱呢？来进。
我觉得的确是会有这样子重大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今天大法官又做成了这样的解释哈。当大法官做这样的解释之后呢，那法界就觉得说，那到底法院要不要遵守？这的确会是一个大问题哈。但是呢，他从他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讲的话，他的确又真的还蛮保障人权的哈。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就形成了一种大家在现实认知上面和他的那个适法性上面的两难。但从适法性来讲，它毋庸置疑，宪法法庭现在呢，在人事不足的情形之下，它没有办法，它不可以做出任何的判决的哈。所以我同意大佬所说的，就是说蓝白呢，除了群众运动路线之外，必须想出一个确实有效的方法。否则的话呢，其实赖清德呢，他完全不会理会立法院的诉求，就是说你赶快提名大法官呢。我现在最好是对赖清德来讲，我最好就不用提，好，我有5个大法官这么好用，那你另外3个大法官呢，你认为这个不合法，你不来参加，不参加来就算哈。所以他就刚好运用这5位的。所以赖清德这个总统文告一直讲啊，大法官有正义感，大法官要靠他，是的，就要靠大法官来平衡你们蓝绿嘛。对。所以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那就靠这5个大法官，把一切所有的行政院和总统府不想要去通过执行的这个法律呢，通通送到这个宪法法庭，通通违宪，一切都对，没错，一切都放行。那我们的国家的宪政制度呢，就是依于湖底了哈。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啦。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各方面呢，我们都不管是总体的国力等等，我们都跟中国大陆落后一大截。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真的还是要说，虽然说起来有点好像陈腔滥调，但真的是我们民主制度哈。但是当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民主制度完成这个样子，一切都随着赖清德的意志在运转的时候，我们真的跟独裁国家只有一步距离而已。就是说，我们本来台湾最大的优势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这个民主政治制度。那共产党可以跟他人民讲说，民主不适合中国，是欧洲啊、美国，那跟我们国情不同。但如果台湾民主做得很好，他怎么讲呢？同文同种啊，台湾可以做得好，为什么大陆做不好呢？这是台湾，我一直强调是台湾最大的利器。那你台湾自己把民主完成这样子，你不是你叫人家你怎么样学你呢？你不觉得自己应该要以我们要做成民主的这个灯塔、民主的尖兵来自诩才对嘛？来孟凯。我想从回过台倒推啊，刚刚当然也有大佬讲是说蓝白这件事情太弱，可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换个角度思考，其实民进党政府不要觉得说现在机关算尽5个大法官很好用，网络上都戏称这叫无老心啊，就是海贼王里面的那个最高权力核心，就是那5个人说了算啊，所以他可以只手遮天，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宪政体制是没有大法官上面的大法官，所以大法官做出来，如果说有违宪之余的话，没有人可以再解释了。可是你以为机关算尽，那我就问了，所以赖清德都不想再提名了，是不是？就说这8位，因为看起来这3位，因为他认为是致死无效，所以这3位基本上以后也都不会进去开会。那以后每个礼拜都是这5位就一直开会，然后一直做出任何的决议，不管是怎么样，你都是这5位，然后赖清德也都不再提名了，就到2026、2028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认为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你认为你们机关算尽，你们认为便宜行事，到最后台湾人就会用选票来决定。但我必须要说，在这件事情上大是大非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次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不管是机关也好，不管是行使职权也好，不管是任何的行政法令，都会问一句话：你的法源依据在哪里？你做这件事情法源依据。那我们就想问，现在大法官他做5位大法官做出判决，他的法源依据是什么？不管是他用新法要9位，还是用旧法要6位，他都没有到达他的法定人数，所以说他就是没有法源依据嘛。那如果说这样子还可以让他5个人就持续通过相关的释宪的判决的话，那这样子就变成是大法官。除了他是宪法守护者，他也变成是中华民国创法者，他也变成是立法委员了。那我们就想要请教赖清德总统，你也当过立法委员，如果时空倒置，20年前你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国民党提名的大法官可以把立法委员的功能跟角色给取代，直接变成是大法官在创法的时候，当时立法委员的赖清德会怎么样批评？一样的道理嘛。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其实大家看得懂，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可能也要怪过年了，所以说大家还没有说那么激烈的冲突。但是如果说到司法院前面去目前因为我不是党团代表嘛，所以我不是党员干部，所以说我们目前是没有讨论。那能量还不够，也确实，因为可能1月、2月又要过年，但是我们讲是说，如果说他继续每个礼拜都这样子违法的开会，2026年，我相信台湾人民是有智慧，让民进党政府再受一次教训。我要提一个具体的建议给总统参考，也是讲给吴正听的。我觉得从大法官切入，是不失为一条解套的可行的办法。我觉得总统应该示意这5个大法官，你们辞职吧，因为你们没有信用了。然后呢，总统提出一个50人的名单，就有资格，全国有资格当大法官的50人的名单，给民进党、给国民党勾12个，因为要补12个嘛，加3加12才15，勾12个，给民众党勾12个。然后这个单子进来的话啊，你们总统看看说，这个名单里头，我可以挑哪12个？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个在野党可以再补在后面，对不对？啊，这样大家都没有话讲啊。为什么要挑？怎么挑呢？就要挑那些说你看不出来他的既定立场是什么。总有这样的人嘛，德高望重的法界人士，对特定敏感议题没有坚持奇怪的意见的。选12个嘛，就解套了嘛。你讲得很好，但是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否则，如果到像你这样讲，赖清德在总统1月1号的这个新年文告，就不必一直捧那个现在5个人宪法法庭都有道德啊，多好啊，多棒啊，等于到就不会讲这些话的了。休息一下就回来。啊，明是他不会做。好，看起来柯文哲恢复的蛮快的啊，笑脸盈盈啊，好像你恢复了哈。他为了陈昭姿的人工生殖法，到立法院拜会蓝绿党团啊，希望你们都支持陈昭姿啊。而且民众党可能那个2年啊，可能陈昭姿任期也没有多少了，赶快让他能够通过吧啊。那傅昆萁说柯文哲满血回归，又充满了这个斗志啊。那说2028蓝白要光复台湾。结束清德中的元年，好，就让赖清德下台了，不要连任成功。柯文哲说：“我是为了人工生殖法拜会国民党团，因为已经火烧屁股了，我去坐牢了1年，而且我对陈昭姿曾经有承诺，结果搞了2年，所以今天才来拜托大家。当时大概要邀请陈昭姿来当不分区的，也跟他讲啊，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这个可以，因为陈昭姿原来是绿的。”哦，说你这个原来也是阿扁的医疗团队啊什么的，这个算是成员之一吧？啊，替陈这边讲话的。那柯文哲在游说人工生殖法，民进党就酸说，借着陪陈昭姿毕业巡礼，展现对民众党的主导性。哦，就是你民进党这是去骂柯文哲干嘛的？你拉拢都来不及了。哦，就是民进党我也看不懂他们的策略，就说哦，来是表示你要压过黄国昌了，这假借是帮陈昭姿啊，假的啊，假的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跟柯建銘也谈了15分钟密谈，柯建銘当场了，就是总预算拜托的嘛，就预算你民众党这8个站到民进党这边就过半了嘛，就通过了。柯文哲回应说啊，是要处理了，这个不处理也不行了，应该处理了啊。那另外呢，民众党因为2年条款呢，4年的这个立委任期不分区，他一个人干2年，2年就要换另外一批哦。柯文哲说啊，我们私下讨论，现在很麻烦了，说2年好像太短了哦，很多人就这2年就可能刚熟悉没多久就要走了。但是问题新的那8个也在等啦，哇，我们等了半天，下来就换我们了，那你先说不换，那他们会不会有意见呢？其他人会不会有意见呢？所以柯文哲也不愿意公开讨论，说我们私下来讨论啊。然后呢，说呢，我答应你辅选，先把2026这个拼好。他不是要到南部去吗？柯文哲说，2026选好，再想2028了啊，一关一关了哈。然后呢，柯文哲说，我每天都被修理，哦，所以呢，要心存善念哦。他这个心存善念很难了啊。那因为呢，每天被骂，所以呢，他说家里最恨民进党的并不是我柯文哲，而是我的太太陈佩琪。哦，他最恨哦，而且呢，他说现在
打官司我的积蓄都赔了，因为打官司很花钱的，律师费什么都很贵的，所以现在陈佩琪要找工作了，哦，赚点生活费，至少我们养家活口嘛，靠太太。我们看一下，他们两个。自嘲是劫后余生。柯文哲2026第一站先到立法院党团开晨会，再见国民党团替人工生殖法当说客。你不要老是去拜托人家帮忙你什么，你先说你有什么困难，那你看看，我想我这个能不能解决掉 ？Step by step， 对，一步一步来，把这个先解决。连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都点头答应见面，柯文哲对绿营似乎没放弃合作。并不是在这难。我可以忍受，我发现我旁边都不能忍受。现在我们家最反对民进党的不是柯文哲，是陈佩琪。不过我会劝他去上班的，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不然他每天都要在家里写脸书，很头痛。今年律师费付了不少，这也是需要重建。这让柯文哲自嘲傅昆萁私下是怎么调侃他。最近有一次傅昆萁来看我，他就用那种嘲笑的表情看我。哦，你对民进党还有期望啊？你还想跟他们合作啊？我就觉得很尴尬，小的要对大的，要够聪明嘛，不然有时候就是朝逆党归刚就被干掉了，对不对？故意往黄国昌身边一靠，这句话就是在提醒他要小心。柯文哲谈时事，更要当老母鸡助阵2026。民众党在选举上有需要，义不容辞嘛。爱讲2028，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2026先过去再讲吧。而上周复出的舞台布条，台湾我来，柯文哲难道还有总统梦吗？没把话说死，还是说先来弥补蓝白合的遗憾？我还没想到那个问题，还没开始想。因为你蛮关键的，很多人可能会希望你帮忙站。我蛮关键的，我越关键，被抓进去关的机会越高。柯文哲再发金句，但他也坦言，2026先撑过去再说。好吧，老沈觉得会不会通过这个这叫什么人工生殖法？当然来不及了，时间上也来不及了，而且社会的氛围啊还没有 ready 做这个代理孕母，所以呢，今天柯文哲做这件事情是对陈昭姿仁至义尽的最后的一个交代啊，面子上好看，也给陈昭姿有退场的这种交代。但是呢，我其实主张。到目前为止，今天的议题，我不评论柯文哲跟黄国昌，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各尽其职、各司其职、各司其位，讲的都有道理，所以我不太喜欢人家讲说啊，黄国昌现在这么拼命干，就敲板要国民党答应他做新北市的副市长，我不相信。那做副市长干嘛？对不对？还有人说啊，两个太阳又在争了，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柯文哲怎么是太阳呢？柯文哲勉强讲太阳，也是一个日环食的太阳啊，没有光啊，没有亮啊，没有热度了。他只是在拼自己的余生，如何摆脱这个司法的纠缠。还有呢，比如说他老婆要去找事，他们两个人的退休金啊，其实够生活了啊。你要把打官司的钱也算进来，那当然是没完没了。但是问题是，你老婆要找事做，多赚一点钱。不需要敲锣打鼓啊，找的就为了钱进来了，社会自有公平嘛。所以你看黄国昌，最重要的是黄国昌从现在要把他受伤的人设要赶快修补过来，到2028之前呢，有模有样像样的话，我不排除这个是卢昌配的可能性还不低哦，你讲？来，发言人。柯文哲前主席拜会国民党，我认为这个是确定了国会持续要蓝白合的这样子的基调，释出了一种就是并肩作战的善意。那当然就是宣示说蓝白合作在未来的会期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管这个民众党是谁主导，因为这个在野的合作呢，其实看来就是制衡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民进党的必要手段。那当然有很多一些解读啊，比方说这个2年条款要不要维持啊，党团运作是谁主导啊？那柯文哲是不是来
督军啊，当然这个都是所谓的一些政治的解读。那你看到民进党其实也很想尽办法要见缝插针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蓝白的合作的基础呢，从这个一开始上任的时候，不管在国会里面很多一些修法的合作，再到这个街头大罢免跟公投的合作，我认为这个合作的模式的确是跟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前那样子的合作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民进党尽管这样想尽办法见缝插针，说什么柯文哲起手式啊，要付出啦，拿出主导权啦，什么这个柯文哲呢就是要找这个所谓的镁光灯，我觉得呢这个都是大概就是大家就忽略了吧。那人工生殖法的进度呢，其实孟凯这边也有一张这个草案的整理然后当然我相信这会期应该是来不及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就如同很多其他的法，要经过两党的整合、耐心的讨论之后才会有进展一样。会通过吗？什么时候？很不容易啦，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陈昭姿委员他来拜会的时候，他也整理了一个版本。那目前总共其实争议点，人工生殖法4点啊，包括说2个是异性夫妻或是同性配偶的代孕，以及单身女性跟女配偶的借精生殖。所以这4大争议点，但是目前看起来17个版本，包括国民党团、民众党团以及各委员，还有行政院版本，都没有办法在这4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完全的共识。那目前卫环委员会，我也知道说廖伟翔召委他应该是会在这一个会期，因为到1月31号。可能会做排审的逐条审查，因为询答已经完毕。那但是如果说没有共识，就要送出委员会，那也要1个月的朝野协商冷冻期所以一定是到下个会期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更有开放的态度来去听取更多的意见，然后取得一个共识跟最大的大家的一个突破的一个想象。但拉回来，我也真的觉得，因为今天早上柯文哲主席来拜会我们国民党党团的时候，其实媒体真的很多。那我也觉得是说，以他看他的这个谈话跟这个讲话的一个方式，其实说实在，好像熟悉的柯文哲回来了啦。所以未来其实真的民进党不用想要见缝插针。我觉得在很多的法案上面，除了人工生殖法以外，其实很多的法案以及我们很多的互相的配合，包括说2026年的县市长的一个提名，我都相信民众党跟国民党一定会有最开诚布公而且最大的诚意，互相的一个搭配。那在野的整合，其实就是对执政者最好的监督。其实除了人工生殖法以外，另外要赶快通过那个冻卵不一定要有结婚才能够冻了。现在很多单身女子她就她才能够用冻用嘛，那她现在冻了卵，对不对？很辛苦，听说很辛苦，冻了卵以后非要结婚才能用，不结婚就不能用，对不对？何必呢？你现在少子化是国家最大的国安问题。对，说今年可能出生率搞不好只有8万了，去年不到11万，最多的时候45万呢。不是8万9万，那搞什么鬼啊？连续30个月生。所以如果说这个多生孩子是国家最主要的目标，你限制那么一大堆干嘛？他只要冻卵，他愿意生就让他生，你管他结婚没有？结婚又怎样？离婚不是一大堆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未婚的没。SIM 卡什么手机都有一个 SIM 卡了，很多都记忆在 SIM 卡里面啊。那说呢，为了防诈，因为很多用手机诈骗嘛，所以呢，如果你 SIM 卡不见了，SIM 卡为什么不见呢？有很多是手机泡到水里了，或是反正有的时候 SIM 卡拿出来，但一般很少拿了。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拿进拿出，你要先到警察局去备案报案所以 NCC 的要求，所以呢就变成了。扰民、扰警、扰业者3扰政策被批评那这个因为这是新的规定补发非常严格，要报案，所以说你为了打诈变成扰民，还不见得真的抓得到那个诈骗集团。那电信业者被客诉说你干嘛？我们丢了怎么还不行的换呢？说你去骂 NCC 好了，骂我们干嘛？不是我们的规定NCC 又说也没有要求必须报案啦。要跟电信业者沟通了说到底是不是 SIM 卡掉了就要跑派出所？他说也未必，到底有还是没有？是这个会见交通委员会召委了所以说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看到这，我马上也问这个代理主委代理主委跟我们讲法是说没有明确要求一定要去报案，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嘛？那但是这一点就是我要再讲一下，这就是 NCC 又在重演750元之乱2.0的感觉嘛？为什么？第一。
他看到是说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利用民众的 SIM 卡，等于是买门号啦。他其实要杜绝，因为在去年有一个数据统计出来之后，有差不多600多是民众卖他的门号给诈骗集团，让诈骗集团去使用。所以他为了要杜绝这件事情，所以说他想说 SIM 卡要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管制。但我们讲嘛，你如果说要打诈，可以做打诈，可是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让所有一般的民众全部都受到这个混乱的状况。所以你应该想的是，你怎么样源头管理，就针对说有一些特定门号，比如说1年已经调了2次、3次、4次。都要换 SIM 卡，那就代表它有问题。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使用，除非你手机掉，否则你基本上你要去换 SIM 卡的几率很少嘛。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你不能把这个成本转嫁给一般的派出所或是一般的警察，因为一般的基层员警已经够辛苦啊，我打诈抓诈骗集团，我还要抓车手等等的，已经很辛苦了。你源头没有管理好，你反而今天让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民众去报案，那也无怪乎连基层的员警都诈过啊。基层员警诈过是说，那为什么你 NCC 不派专人来，干脆在哪个地方来办那个 SIM 卡的一个这个签发证明？那第三，业者也其实也觉得是很无奈啊，因为业者他当然觉得是说，当 NCC 主管机关有一个命令下来，即便 NCC 他自己讲是说他没有公文里面很强制要求这个，可是你写的模棱两可的时候，那对业者来讲，我给你换一个，到最后我自己要被检讨，那没办法啊，所以业者才会告诉民众讲是说 NCC 这样规定。那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不然你打电话去 NCC 嘛。那结果 NCC 今天又在改口说我没有强制要求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报案证明的时候，那业者更无所适从啊。那业者就想说，那不然你 NCC 派个人来帮忙我们收件好了，你现场认定完之后，我可以换发。我再给你换发，因为政府主管机关说我没有强制要，就是没有要求的意思嘛。不，这个就其实就是也因为打诈的关系，其实跟之前金管会的事情有点像。之前金管会在处理这个转账的时候嘛，那就是说现在针对一些诈骗横行啦，针对这个金钱交易要去查，那就有一些银行业者他就把这个定得很严，说哇那个转账要隔1天才生效。那时候大家炸锅了嘛，说我线上 app 转账要过24小时才转进去，这太慢了吧？那其实 NCC 这个事情就是我刚查，他也是有去年对，就跟委员讲，他去年公布一个指引了，就是要求电信业者说，对，你要换门号，你要查核了，可能要去查。那有一些业者他就定一个比较严的标准，说那你要拿报案证明文件来给我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正确了，只是说后续个别业者可能标准不一，然后有一些规定定得太严，其实 NCC 就再去沟通，再去协调。就现在为了防这个打诈，民扰到极点，结果打诈的那个诈骗事件也没减少。你诈骗是有因此减少没有啊？现在民众到银行办个手续、开个户多麻烦啊，要转个账多麻烦啊！哎呀，这搞得好像一副这种草木皆兵，然后结果呢，那诈骗集团不是照样什么太子集团多么厉害啊？那不搞扰民而已嘛，真的。来，发言人宜珍。电信业者说这个是史上最扰民的政策，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新北这个淡江大桥那个红布条，我就说这个史上最亲民的赖清德总统来了，这个非常讽刺。其实民众根本没事不会想要跑派出所嘛，除非找小孩啊、找小偷啊。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政策呢指引电信业者都觉得说，换手机啊、SIM 卡要先去找警察，那真的是2026民进党给台湾最烂的新年礼物那再来警察还不够忙吗？你这个民进党呢对这个警消海巡这个退抚金啊、加薪都没有编预算，没有加薪就算了，你还给我加工作，所以民进党呢就像是一个烂老板一样。再来这个打诈，大家觉得说，好像都没有减少啊，但是呢，这个打诈的宣传政策的这个宣传力非常非常好。因为大家都在骂，所以呢，以后我看真的不会有人说，你赖清德都没有在打诈，因为有这个政策。你补充，我补充一下，你看如果说依照刚刚发言人，因为当然发言人他也是看这个 NCC 相关的新闻稿，但是如果说属实的话，那就代表 NCC 真的从头到尾没有跟电信业者沟通啊。你要想，金管会面对银行10几家嘛。所以说可能有些银行相对比较严格，有一些比较宽松，但至少是说金管会面对的是10几家银行业者，但现在我们的电信业者几家，也不过就3家吧。大家的就3家吧。所以如果说 NCC 他有一个命令下去，那他也知道说这是为了打诈，那他可以先找3家电信业者沟通，告诉他们要整个流程要怎么做的话，其实民怨就可以少很多。可是你看今天这个赵先生你的这个新闻啊，这个黄主秘才突然又讲是说，好，今天下午赶快再找业者来沟通，那我就跟自证就是你当初这个政策出来之后，你没有沟通，你就是苍率就好了。
仓促上路，而上路完之后被骂了，那你又不愿意认，所以现在才来沟通，这其实就是补破网。其实 NCC 有点避重就轻哦，因为今天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公布了一个什么指引原则。那我上去看，它的确有这一条啊，就是说我用户在申请更换 SIM 卡的时候，你必须要请用户说明申请的目的和原因，而且提供证明资料。那我问你，什么叫做证明资料？警察报案证明了。所以他就是要证明资料，因为以前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的。以前我如果说SIM 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遗失了的话，我只要带双证件去申请就可以了。那你现在既然要求我说我要提供证明资料，那就对于业者来讲，在最简单的证明资料可能就是报案嘛，警察证明。那否则我今天如果说是掉到水里了，或是怎么样的话，那我要怎么样证明？那我是要请海龙王开证明吗？所以我就说，就是 NCC 的这个指引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所以业者才会要求你去找警察。那是，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我真讲起来都丢脸。因为我在 COVID-19 的时候从美国回国，机场管得很严啊。你晓得我没有手机，所以我不晓得什么叫 SIM 卡。金枝古人没手机，我不晓得什么叫 SIM 卡。有一条线是说去处理 SIM 卡，我问到处问说什么叫 SIM 卡，什么叫，没有人要理我，因为人家大概笑我这个山顶洞人啊，SIM 卡都不懂，所以很好笑。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不过问题是，你今天如果 NCC 决定要这样做，你应该要跟内政部沟通一下，不只是跟那个派出所属于内政部管，要跟那个你要派出所多加一份工作，你要让他的主管单位知道。我告诉你，我在美国22年，我从来不晓得管我的派出所或是管我的警察分局在哪里啊，因为警察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你知道地利之远啊。跟我无关啊，你知道吗？现在台湾什么事情都要警察，什么事情都要警察，警察已经忙死了，还要管你的SIM卡，然后还不让他们加薪。其实基本还回到 NCC 的委员到现在还悬空的，对，跟大法官一样啊，还是不满，你就要赶快提嘛。学界啦，或者是媒体界那种德高望重，大家认为公正人其实不少嘛，就跟法界一样，一定也不少嘛，对不对？学界啊，法界，那就赶快提出来啊。那你就是不要说通通是绿的啊，都不要那个意识形态很重的委员嘛。那如果提出来说，社会他会觉得这个很好，蓝绿也不敢反对啊。对不对？我认为你们蓝绿自己也可以提份名单，大法官名单，NCC委员就给赖清德参考嘛。说不是我们不审，你不提，这些是我们认为不错的人，甚至也可以公开请大家推荐也可以嘛。大家认为不错的人来推荐给总统参考啊。你这种闲切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广播电台、电视台知道到也不能审，这个也不能审，那个不能搞在那个地方，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招非常有道理哈，就是说，今天当总统呢，他就怠忽职守嘛，他就不愿意提这些适合的名单，到立法院来经过委员们的这个审查的时候，我觉得是蓝白的确是要主动的做一些事情，不要被动。而且呢，我觉得提出来的这个名单呢。因为他现有的这个八名大法官，他已经很立场很明确的站在这个地方了。然后你剩下提出来的这就是要补这名八名立法官，8名这个大法官，他可能有些行政法方面